是小青，小青哥来啊！不管啊，你在夜市捞孔雀鱼或者水族馆买回家的，最期待的事情啊，就是看他们生一堆的小宝宝啊。怎么繁殖孔雀鱼？今天要来教大家设置种鱼的繁殖缸和小鱼的饲养缸哦。马上开始告诉你哦。如何分辨母鱼何时生产，会生多少只呢？首先，我们先观察母鱼的腹部后段有黑色的卵，生殖孔微微的突出，整个腹部下方呢略呈方形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将母鱼隔离待产了。隔离后，快则2到3个小时，它就会开始生产。慢一点的话，可能要等到2天以上哦。开始生产约30分钟左右，它就会结束生产了。这个期间呢，最好不要惊动母鱼，也不要怕小鱼被吃掉，然后一直去打捞它。惊吓到母鱼啊，有可能难产，把未成熟的鱼卵啊排出来，生出畸形的小鱼哦。孔雀鱼的生命周期1年半左右，出生后约2到3个月可以繁殖生产，然后每个月可以生产1次。较年轻的母鱼大约可以生10到30只左右。生产过几次较为成熟的母鱼啊，大概会有30到50只，甚至会生更多的数量哦。告诉你一个水族馆操作的小诀窍哦。母鱼生产完后啊，请马上换约1/3的水，因为母鱼生产的同时啊，会排出胎水，容易导致水质的恶化。我们人类生产会有羊水的排出，孔雀鱼也是一样哦。产房要怎么布置呢？首先，我们选一个合适的隔离盒。这边这2个啊是器具式的隔离盒，就是要外接空气马达。其他这4样啊是一般的内挂式的隔离盒。选择隔离盒的时候啊，会选择这种双层的，然后这边有漏斗形状的这种产卵盒。像这种网状的隔离盒啊，或者是亚克力的隔离盒啊，因为没有这种漏斗型，所以小鱼出生的时候啊，它没有办法躲到下方，就容易被那个母鱼吃掉。所以这种网状的隔离盒是不适合繁殖用的。在您决定要繁殖小鱼的时候，就需要另外准备好小鱼的饲养缸，大小不要小于1尺，因为每台小鱼啊至少超过10只以上。比较成熟的母鱼也能生超过50只以上哦。如果不另外准备鱼缸分开养，只放在这个隔离盒里面啊，这样空间太小了，小鱼会长不大，成长较快的也会欺负比较小的，这样容易因为打架而死亡。在还没有隔离出母鱼的时候啊，在原缸里我们可以放一些漂浮性的水草，比如说迷你水芙蓉啊，或者是金鱼藻那一类的，可以供没有注意到而出生的小鱼来躲藏，这样比较不会被其他的种鱼吃掉。我们先把水草分门别类整理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组装一个简单的孔雀鱼的繁殖缸。那首先呢，先平铺薄薄的底沙，再来摆上你要装饰的植物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组装这种器具式的外挂隔离盒。隔离盒上的小栅栏可以预防母鱼游出去。这个小圆盘可以调整隔离盒和鱼缸的间距，可以让隔离盒维持水平，不会倾斜，水才不会洒出去。
水妖精要接打气机，因为它是利用气体的原理来推动水妖精，达到过滤的效果。为预防那个水会倒流，还会再加装止力阀。那止力阀呢，它有进风口跟出风口，有 in 跟 out， 这不要装反了，装反了之后风就出不来。然后水妖精的接法是，你风管长度量好之后呢，剪掉，然后从它这个入风口这边。我会把一些漂浮的水草，让不注意出生的小鱼可以躲藏。金鱼藻、迷你水芙蓉。怎么分配公鱼、母鱼的数量？我会建议配2公2母或2公4母，因为多增加母鱼的数量啊，公鱼不停地追尾，才不会造成母鱼太过劳累哦。先把待生产的母鱼捞进隔离盒。等待小鱼出生，小鱼出生后会游到下层，不会被母鱼吃掉。种鱼的繁殖缸组装好了，
现在要来组装幼鱼的饲养缸喽。这一缸的摆设方式啊，我们以简便然后方便观察小鱼为主。我们就直接先接水妖精，等消化菌培养完成才可以放鱼哦。这边先拿新的水妖精组装给大家看，等整副换成消化菌培养好的水妖精来饲养这2缸孔雀哦。你家的孔雀鱼生了吗？这次准备的赠品是 Tetra 水妖精 H 的3个。如果看完影片有什么想说的、想问的问题，都欢迎在影片下留言哦。我们会在留言处随机抽出3位草友，把赠品送给你。如果你喜欢养鱼人生，请按喜欢。想追踪更多水族知识，请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养鱼人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小鱼已经养了3个月了，为什么还是小鱼苗呢？只有几只尾鳍有一点点的颜色。小鱼长不大，